俄总理米舒斯新专机在5月22号晚降落至中国上海，开启其上任后的首场中国之行。米舒斯新的行程总共包括2天，第一天在上海参加中俄商务论坛，第2天飞往北京与中方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5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新。习近平请米舒斯新转达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3月，我对俄罗斯进行成功国事访问，同普京总统擘画了今后一个时期中俄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蓝图，巩固好、发展好中俄关系，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需。希望双方继续发挥中俄合作空间大、前景广、动力足的优势，把各领域合作推向更高水平，不断丰富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米舒斯新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的历史性国事访问非常成功，开辟了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俄方认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利用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及相关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俄方认同中方一道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巩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俄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使俄中友好世代相传。据俄罗斯塔斯社24号报道，米舒斯新在北京表示，2023年俄中贸易额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他说：“我相信今年我们不仅会提前完成两国元首设定的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还会超过这一重要里程碑。”他还指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70%的跨境结算已经使用本国货币卢布和人民币完成。今年4月24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也曾表示，目前中俄之间超过70%的贸易结算是用两国本国货币进行的。米舒斯新还强调，能源部门的双边合作已具备战略性质。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排名第1，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出口也在增长。前一天，俄罗斯总理米舒斯新在俄中商务论坛上谈及俄中关系时，引用了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名句。他说：“中国唐代诗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建议我们一起迈出这样的一步，加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造福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中美关系是否迎来一个破冰契机，近段时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在美国总统拜登表态称预计和中国的关系将很快解冻之后，23号，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美履新，出任中国第12任美国大使。在出任大使之前，谢峰长期负责对美工作，其个人的工作经历为此后的工作打下了怎样的基础？而面对当下的中美关系现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又会是什么？来看报道。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so I have come here to safeguard China's interests. This is my sacred responsibility. I am also the envoy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 I have come here to enhance China-U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this is my important mission.当地时间23日下午，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美履新。在纽约机场，谢峰与在场的中外媒体及各界人士交流互动。深圳卫视注意到，谢峰在发言时面带微笑，使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发言。他表示，很荣幸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出任中国第12任驻美国大使。My colleagues and I will work to carry out our responsibilities and live up to our mission with diligence and fortitude. 谢峰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他既感到使命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谢峰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条原则，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按照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争取中美关系回归正轨。谢峰说，他上次在美国工作还是13年前，13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期待与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近距离观察和认识美国，同时探讨推进交流与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董春岭向深圳卫视表示，谢峰在纽约机场的一番话可用刚柔并济来形容。一方面展现了谢峰大使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另一方面释放了增进对美交流合作的善意。谢峰大使还在讲话中特别提及，中美要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提醒美国社会，台湾问题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下呀，这个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同时台湾问题也是最容易产生中美关系破局的危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佩洛西窜台到今年的蔡英文窜美，那么台湾问题始终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这次谢大使单独把台湾问题点出来，意在强调我们这个在台湾问题上的这条红线，所以是表达了我们这个坚定捍卫我们这个领土主权的这个决心。就在谢峰抵美旅行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欢迎谢峰的到来，期待与谢峰及其团队合作。As we've sai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to maintain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 to responsibly manage competition. 外界注意到，秦刚今年1月回国出任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谢峰大使履新前，中国驻美大使已空缺将近5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峰的讲话全文中，交流2字2次出现。吴新博表示，如果用登山比喻中美关系，原来攀登的是平原上的一个小小丘陵，但到了2019年，我们就开始感觉到这山一下子变得又高又陡了，突然就一下子冒出来一座大山，堵住去路。今年我们再登山，就感觉登山的同时面临的风险更大了，登山过程中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事故。观察指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交流就越重要。在美国眼中，现在中美竞争大幕已经拉开，如果竞争不可避免，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就是很有限的。管理好中美关系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研究重点。谢峰今年59岁，198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3年起在外交部美大司和驻美国大使馆交替任职，2008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2010年任美大司司长。值得一提的是，谢峰在2017至2021年间曾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2010年1月奉调回京，同年2月起担任外交部分管政策规划、美大和拉美地区事务以及翻译工作的副部长。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24日表示，在谢峰临行前为他举行了饯行晚宴。伯恩斯说，包括这次晚宴，过去1年2个月中，我们2人为中美关系当中的诸多挑战会面了23次。我很期待在他履新之后继续和他一起工作。公开报道显示，在过去2年中，谢峰接待了每一位来华访问的美方高官。2021年7月，谢峰在天津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谈。他表示，中美关系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美国就是想通过树立假想敌，重燃国家的目标感。值得一提的是，那次谢峰还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为要求美方纠错的对华政策和言行清单，一份为中方重点关注的10个重点个案清单，其中包括孟晚舟事件。2个月后的9月24日，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结束了长达近3年的无理拘押。去年8月2日深夜，在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谢峰奉命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去年12月11日至12日，谢峰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今年2月5日，在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谢峰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此外，本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安全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从外交部网站发布的现场照片可见，谢峰也参与了此次会晤。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谢峰还参与筹备了去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这既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元首的首次见面，
也是20大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的首场重大会晤，既是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习近平与拜登时隔5年首次线下会面。长期从事美国相关研究工作，并与谢峰大使有过不少工作交集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向深圳卫视表示，谢峰是典型的美国通，他工作之后基本一直在和美国打交道。在长期的具体的外交工作中，谢峰与美方对口部门人员都非常熟悉。他做事情特点比较低调务实，就一种职业外交官的这种特点，比较内敛，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更大的特点呢是比较务实的去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他相对来讲呢是一个外交的工程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和他打交道的 counterpart， 就美国这个从事外交的这些 counterpart 应该都跟他是朋友啊。美国的智库啊，这个媒体啊，这个国务院、政府各个部门，估计他跟他都认识。有观察指出，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目前两国关系处于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美国战略界动辄鼓噪新冷战，白宫则不断推动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打压中国高科技。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方也屡屡进行挑衅。外界注意到，近期美方持续释放希望与中方改善关系的信号。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7国集团峰会离开日本前，向媒体表示，美中关系将很快破冰解冻，并主动将无人飞艇事件形容为傻气球事件。谢峰此时赴美履新，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德国之声电台认为，这释放出北京可能有意解冻对美关系的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表明，尽管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外交争端，但北京仍愿意改善沟通。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表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谢峰对美国决策者非常熟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务院官员的话称，根据过去与谢峰交往的经历，谢峰将是一位有能力且富有成效的对话者。该官员表示，在2021年那场充满火药味的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会议，以及谢峰在天津会谈中告诉舍曼，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并面临严重困难后，中美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十小时的通话，谢峰就参与其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多么专业，多么有条理。赵可金向深圳卫视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可以概括为3点：一是高科技卡脖子，2是舆论哑嗓子，3是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弱身子。赵可金认为，外交途径可以就一些问题进行协调，但中国强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谢峰大使去还是应该加强跟这个美国的华尔街、美联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因为你可以看到，包括苹果呀，包括微软呀，包括这个很多的美国企业呢，还是没有跨国公司呢，还是不选边的，还是要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他们是真正的中美之间的这个中间地带，所以我们要团结好这些跨国公司，当然还要团结好这个其他的第三方啊，包括一些像法国啊，像欧盟啊，这个包括日韩呐。这些可能大家觉得是美国在拉他们，但是美国对他们的这个控制和霸权，也是他们不高兴的。所以中国还是要明确这个要跟这些国家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美国社会各界民众要积极的沟通和交往，这些都是大使要给做的事情。董春岭则认为，大使是中美两国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历任中国驻美大使经历就可以看到，通过和一线美国民众以及美国政要的接触，可以扎实推进中美务实合作。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当然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我觉得，首要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两国民众这个呼声最大的问题，就是启动中美关系的很多这个经济方面啊、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这样的话。我们在讲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啊，就这样可以更好的推动中美关系这个底层的自下而上的这种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23日当晚，谢峰大使抵达华盛顿后，在中国驻美使馆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
他表示，30年前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3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相信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的重大贡献。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人，你好。拜登总统早前表态称，与中国关系将很快解冻，而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也抵美履新。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迎来一个破冰的契机呢？是的，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我把它定位为是一个组合式的缓和窗口。谢锋大使履新是在秦刚先生回国后，驻美大使空缺了4个多月，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空缺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这次谢锋先生就任中国驻美第12任大使，这是个很重要的标志。美方呢也马上就正式高调地表示了欢迎的态度，毕竟他们和谢锋先生也是老熟人、老朋友。到任之后马上相互之间就可以开展工作啊，进行交流。我觉得呀，最近中美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个组合性的缓和态势。第一个就是拜登总统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关系会很快得到缓和，这当然不会是口误啊，而是一句实话。他确实有这样的期待，我们更有这样的期待。第二呢，就是中美高层因为今年年初的气球事件，正式互动就停止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重启的势头。不仅仅有商务部长王文涛先生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见面，6月份的香格里拉会议，中美防长可能也会会见。布林肯先生也一直准备要重启访问中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要和中国财政部长会面。同时呢，最近美国评价中国针对乌克兰危机劝和促谈的态度是一件好事。布林肯也明确地说，美国对于中国这样的态度愿意予以配合，这都是一些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我们期待中美关系能够逐渐地走向缓和的方向，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相向而行，回归正轨。中美虽然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尤其最近以来，美国政府常常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那您怎么分析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呢？确实，近年来啊，尤其是拜登上台这2年多，美国政府说的比做得好，抽象表态比具体行动好，所以经常有人用春寒料峭来形容中美关系。也就是说，听到一些美国官员的话呀，就感到好像春天来了，很乐观。但整体行动上还是使人感到寒气逼人。这种言行不一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一个正面的、全面的评估，也不必全部都看作是一种阴谋或者是欺骗啊。首先呢，春天总是要来的，中美关系总是要好起来，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美国官员讲一些正面的话，其实是表明他们无力或者无意阻挡这个趋势，但他们常常言行不一，我觉得这是在中美合作不可阻挡，但中美力量又日益接近的压力背景下，美国呢由于自己的事情做得不太好，难以面对霸权的失落所表现出的一种综合性的焦虑感。他越来越需要和中国合作，但是又越来越忧虑中国的迅速发展。另外呢，美国的言行不一啊，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美国是一个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本的国家性格，美国决策和执行过程啊比较现实多变，有时候会出现翻脸比翻书还快。尤其是在力不从心、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呢，这个表现就更明显一些。第二呢，就是美国内部的政治制约机制和政治动荡的冲击，也经常会使一些重要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啊，很难从一而终地执行下来，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悲革和变数。尤其现在又是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多数，就更具有不确定性。美国这种不稳定、多变的政治性格，其实在中美建交几十年来一直存在。比如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美国就发布了《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817公报刚公布，美国又对台湾做出所谓6项保证。但当时中国政府准确把握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正在走向一个友好相处、化敌为友的大格局进程中，所以没有受到这些干扰和影响，以我为主，趋利避害，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所以我认为啊，对中美关系当中的这类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既清醒看到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更要看到中美关系的主流，特别是最近出现的缓和态势。对于原则性的分歧和美方的错误言行，应该正面诚恳地指出问题所在，同时也要注意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比如像言行不一等，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症下药地予以解决。当前的中美相处，我提出4句话：
知己知彼，求同存异，力争主导，趋利避害。好，谢谢更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5月22号 ，TikTok 向蒙大拿州州检察官告上法庭。TikTok 在起诉书中说，蒙大拿州对 TikTok 的禁令限制了言论自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外交部在回应此事时指出，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运营提供公开、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詹福尔特18日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 TikTok 在该州运营，成为美国首个宣布全面封禁 TikTok 的州。该禁令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TikTok 在起诉书中表示，蒙大拿州颁布这些不同寻常的、前所未有的措施，只不过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中国政府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毫无关联，也不曾要求 TikTok 提供任何数据。To be cl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 evidence, never any proof about any kind of information sharing. We've steadfastly denied that. TikTok 此前宣布，该应用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1.5亿，主要用户是年轻人，甚至拜登团队都多次用 TikTok 来向年轻人推销他的政策。美国社会有许多人成为 TikTok 的内容创作者，并以此谋生。蒙大拿州的禁令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在禁令发布后几小时内，5名 TikTok 内容创作者就提起了诉讼，指出该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属于违宪行为，其中也包括拥有近10万粉丝的生活方式博主卡莉。I know this may sound stupid, but I cried. I broke down. 对于卡莉而言 ，TikTok 代表着生计。作为一名全职新手妈妈，与 TikTok 上的品牌合作生产内容是其赚奶粉钱的重要方式。This is my livelihood, and I mean, this money I use it for bill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my family, and I jus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have this huge impact on me. And my husband and I have even been talking about moving. 目前 ，TikTok 已经正式向位于蒙大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主诉蒙大拿州政府对 TikTok 的新禁令违宪，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23日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也对这起诉讼进行了表态。Separately, I've noticed that some of our creators have also filed a separate lawsuit challenging the same bill in the courts. And I do want to say that, they care because TikTok i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美国近些年来，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对中国不断的刻意去渲染中国的威胁，那么不断的去妖魔化中国。在国会我们看到还包括一系列的这个立法层面，那么试图去为美国行政层面去禁止这样的一个平台提供法律依据，这样的一种大动干戈的话，其实是反映美国社会它近年来的不自信，包括这样一种迷茫的情绪。据美国媒体统计，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已有34个州在政府设备和网络上封禁 TikTok， 而蒙大拿州则是第一个全面封禁 TikTok 的州。联邦层面，在美国国会要求下，白宫在2月27号要求联邦政府卸载 TikTok。美国部分州的州立大学也已开始封禁 TikTok。放之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那如果存在这样的威胁，其实都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它仅仅针对的是 TikTok 这样一家有中资背景的公司。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样的一个州，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禁令也是存在是否合法的疑问，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禁令在法律上它其实是肯定是可诉的。那么至于是不是胜诉的问题呢，这个其实很难说，那要看美国的司法体制是不是能够保留住这最后一方净土。观察指出，美方企图封杀的都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作为一款社交媒体软件 ，TikTok 的兴起被认为是挑战了美方长期把持的信息霸权。而在中国国内，一些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领域也掀起了对美方的对等反制。5月21日，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表示，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我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禁令出台后，美股美光科技下跌2.85%，领跌美国科技股。美光科技是美国的储存芯片行业龙头，也是全球储存芯片巨头之一。路透社引述美光科技高管的话称，2022年该公司的营业收入中有1/4来自中国。该公司长期斥巨资游说美方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中国监管部门对美光科技的安全审查引来了美国商务部的反对。美国商务部表示，审查是针对美国企业，并不符合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和透明原则。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中方此举深感担忧。观察指出，中方对美光的禁令使美国罕见尝到了肉痛的滋味，其中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预计中国以后将加大针对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成熟一个反制一个。在周三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回应了此事。中方有关部门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产品的网络安全审查是依法实施的，决定是基于事实作出的。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我们也不排斥任何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我注意到发言人毛宁在22日就曾回应，对美光公司的审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今天发言人特别强调，中方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同时，发言人也对美国长期以来就国家安全为借口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进行了相关的驳斥。相比之下，两件事情的性质有着明显不同。中方的决定，如果把它放到美国近几年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的一系列的打压措施之下，应该说并非在意料之外。那么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促使美国政府去进行反思。那么希望美中作为世界2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恢复正常的经济往来，包括去扩大彼此之间的贸易和科技联系，这才是对于两国人民、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才是真正的福祉。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落幕，联合公报中包含了台湾问题等大量涉华议题。近年来，美日不断在国际场合打台湾牌，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日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表示，日本是美国最乖的小弟，所以此次峰会就变成了美国拉着一群小跟班上演写好的剧本。苑举正提醒，中方的反制是通过各种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示，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外部势力不得插手。而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支持的。台湾就是大陆的内政问题，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多了我不讲，就是从佩洛西窜访台湾开始到现在，第一个演习没有停，第二个最近这个在加州联合利剑演习，大家只看到联合利剑，只想到我们台湾东方有这个山东号航空母舰，不知道那个尼米兹原来也在这附近，然后赶快就往北走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海防署，基本上它是包围南北东，西边干什么？西边他们讲明了是有海防队，这个一听我们就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把台湾海峡当内海。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内政问题吗？苑举正注意到，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近日在德国访问时，专门去波茨坦会议旧址参观。苑举正认为，这是一次高明的外交活动，因为1945年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在国际上确认了台湾属于中国，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源头之一。所有明里暗里为台独张目的人都应该去波茨坦看一看，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该闭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外交专业讯息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国家的存在啊，它除了有领土、有这个人民、有主权之外，还有很重要一点，要必须获得国际承认。那目前为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主要是2个宣言，一个是我们都很熟的开罗宣言，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中英美重要的代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解决2次大战的国际秩序，叫波茨坦宣言。那这一次秦刚在波茨坦宣言的话，就是要强调，就是说，今天德国有今天的繁荣，是因为大家都尊重这个国际秩序。我去过波茨坦，就是原来在东德啊，现在这当然德国统一了。啊，你是不是该尊重这个宣言里面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精神？啊，这是反问，德国人都低着头默默不说话了。如果你反对这个秩序，你就是反对德国今天的秩序。你要认同这个秩序，你就必须认同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有182个国家都承认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稳当，所以说你要在这当中要找出例外的突破的可能性是0啊。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日本政客不时宣扬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拿出的理由是因为台湾岛和日本冲绳很近，甚至连韩国总统也要在赴美国之前拿台湾问题开麦。苑举正说，
主要的原因是近年来美国改变了推销印太战略的思路，那就是威逼利诱盟友。一些国家害怕了，一些国家则开始飘飘然。最近美国加重力道，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什么的，就美国逼他2选1啊。这个2选1本身就是说就是说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就是说用出那个小布希那一套，就你不是跟着我走，你就是反对我啊。日本跟韩国他们有美国驻军，他们军事上都不独立，他们跟殖民地的没两样，他们哪有什么选择权利？所以他们就上蹿下跳，话就越讲越狠。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1年来，将文在寅时期的外交战略全盘推翻，翻脸如翻书，倒向美国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近期访美，在经济方面的成果为零，但却与美国签署华盛顿宣言，要时隔40年再将美国的战略核潜艇引进朝鲜半岛，还不顾韩国舆论对他媚日屈辱外交的批评，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强行与日本进行所谓和解。苑举正认为，韩国已然被美国牵着鼻子实施战略大暴走，让整个韩国的国家政策服务于美国利益，迟早要成为民族的罪人，后果很严重。我觉得尹锡悦这个人脑袋是糊涂到极点，就是我们通常讲3轮车跑得快啊，然后要5毛给1块，他不是美国人对他要5毛，他给10块，他对美国呢，简直窝囊到极点了啊！这个，你有没有看那个影片当中讲说那个尹锡悦在美国唱 American Pie 的时候，是那个拜登讲说，哎，我听说你很会唱这条歌，啊，就跟点个戏子唱歌一样。那尹锡悦是韩国的总统，我都看到这个场面，我都觉得他自己表现的啊，然后呢，哇，就乖乖的唱了以后，还有这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啊，拍了美国马屁，所以美国高兴啊，就发表华盛顿宣言。这个很明显就是韩国已经破坏了东北亚的这个和平的局面，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